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三国战记·乱世英雄·群雄逐鹿版》。选用的是赵云，没有选貂蝉，说明是投稿。投稿的小伙伴是黑暗之殇。这个版本我不是很熟悉，因为《三国战记》的改版实在是太多了呀。我对这款游戏的了解就仅限于原版115、117这些，后面的风云再起和正宗也接触过一点，但是再后面的这些改版实在是太多了呀，包括吞噬天地、逐鹿中原、一统中原、乱世枭雄、群雄争霸等等，而且很多改版下面还有很多的子版本，包括血战八方、诸神黄昏、乱世拳皇、太平乱世、群雄逐鹿、乱世英雄、求生之路等等等等。其实这些改版核心还是改招式，让玩家选用不同的人物，有不同的游玩体验。所以这样的游戏我都是喜欢看别人玩，招式的时机要非常精准，手速要快，而且连段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，因为不同的版本它连段的逻辑是不一样的。有一些版本可以无限连，有一些不可以。相比较来说，我还是觉得不可以无限连的版本显得更高级一点。这里还见到了2代的人物，我接触2代就完全是在电脑的模拟器上了，而且2代的改版也不少。说明《三国战记》的玩家还是比较多的。另外，对于游戏整体入目的结构研究的也很透了。这个版本的赵云的连段比原版真的是华丽很多，道具都捡起来了，后面的连段当中应该会进行使用。这2下吃亏了呀，吕布的攻击力好高，看着防御力也不低。放毒烟，压起身，哇，这一波输出不会直接带走了吧？凤仙挂的实在是太憋屈了呀，最后把人都连飞了。感觉武将争霸的模式1v1的时候更像一款格斗游戏。这里使用了夏侯惇的将令，许褚的贴图太大了呀，这个许褚的颜色看起来像中毒了一样。连了130多下了，续曹要走到头了，差一招能不能带走？大鹏展翅可以在空中放，这个设定有违我之前玩《三国战记》的常识啊。单挑 BOSS 的难度毕竟不是很高，后面会进行1v2。玩家可以选择使用降将的强力招式进行压制，或者就常规一点，快速的先秒掉一个，向其中一个武将集中火力，
单挑的时候无所谓啊，差个一招半式的。但后面你面对2个武将的时候，容错率就会变低，有可能是因为一个失误，没能把其中的一个武将带走，陷入夹击，自己打自己啊。这2个赵云的衣服颜色我都不是很习惯，我印象当中的《三国战记》的赵云的衣服是蓝色的。这2次跳跃的时机，还是利用到了 Y 轴窜线。2D 的动作游戏，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，它的基本原理也没有变，无非就是连段华丽一点，招式丰富一点而已。曹丕，我记得我玩的《三国战记》是没有曹丕的，这个家伙是《风云再起》左右加入的吧？好像有一些改版里边刘备采用的也是这个外观。刘备换皮的曹丕，其实你能够部分理解，因为这2个家伙都当过皇帝嘛。曹操采用的是2代的形象，但是战场用的是1代的战场。曹操太大了，我记得原版打到最终 BOSS 的时候，我都是要留几件隐身衣的。但原版我只会用一个诸葛亮，还有一个张飞。出手放箭筒的这一下，我就知道曹操应该是下不来了。打完曹操就进入了双武将的模式。一起面对2个 BOSS 可不是难度乘2那么简单。所谓双拳难敌4手啊。先打一个，刚才孙基反击的这一下被防住了。孙基的血量比较少，看起来还是要先把他带走。剩下一个吕蒙就好办了。吕蒙的颜色看起来也不是很正常。看这个改版，我想起了《吞噬天地》《孔明传》，同样是三国的游戏，改版也非常的多，没有1000也有800了。但是大部分的改版都是为了改而改，我感觉意义不是很大。我接触的最好的改版的底版是把里边的武将加入了特性，这样武将之间的区别就不仅仅有数值了。对面是夏侯兄弟的组合，用曹操来教训他们2个就合理啊。这个连段太离谱了呀，简单又粗暴。魏延和张辽的组合，这是一个什么组合呀？前面的吕蒙和孙基至少是一个阵容的，
然后是夏侯兄弟，这两个家伙有什么相同点？是因为字里边都带一个文吗？张辽字文远，魏延字文长。我能想到的就只是这个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有其他的想法或者是发现啊？来了一发血滴子，连到一半被张辽打断了。两个 BOSS 的血量差不多，其实还是尽早能够干掉一个最好。张辽挂了之后，有一个慢动作，导致赵云吃亏了。这两个 BOSS 好抠啊，挂了之后只给了一个回血的道具。貂蝉和吕布这个组合它就靠谱啊，你能理解他们两个有关系。看起来要先秒吕布，留着貂蝉，这个思路可以。换作是我的话，也要这么干。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感觉吕布的难度高一点，并不是有其他的想法。机会来了，只剩下貂蝉自己了，这里可以不用着急，慢慢来。剩下个貂蝉为什么要把马召唤出来呢？跟貂蝉有马不好，还是无马？但是我也能够理解，就是想冲貂蝉，对吧？冲刺还是要节制，不然刚才的血量也不会浪没了一半。许褚和司马懿又是用的曹操的将令，但是封边没能封住。这招我觉得不如封边，还是封边的效率更高。虽然这招单招的伤害看起来很足，但是招式发出的时间也长。趁着将令的时间到之前，放一招，把司马懿带走了。许褚看着本来就是中毒了，结果又放了两个。所以许褚最后是毒发身亡。杀魔柯和左慈，这是一个什么神仙组合呀？哦，可能是冰火两重天。左慈用冰系的招式，杀魔柯用火系的。当年玩《三国战记》的原版，感觉左慈这个 BOSS 不是很好对付，他毕竟是脚不沾地的，所以我用诸葛亮打他都是攒一些炸弹，炸得好的话，一个炸弹可以炸他2次，伤害很高。另外就是使用冰火符，
就用火的那一面去碰它，因为这个家伙弱火呀。把吕布叫出来了，吕布的打点高啊，但是吕布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走位不大灵活，而且他的贴图明显比赵云大了一圈啊。被变成兔子了，我想起了最近几天在我群里的一个梗，说吕布骑茶杯犬，用来比喻电脑或者是其他的配置不合理。又骑马，骑马的这个贴图更大呀。索斯这里吃了很多的亏。孟氏兄弟换吕布来打，后面的关卡数量不多了，所以这些将令也没有必要保留。被车给推了。孟氏兄弟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啊！当年3英战吕布，这哥俩就把吕布打得爬不起来啊！放了一个天下无敌，这天下无敌的输出实在是不够看。我的天，这个时候放大招，差点卡住啊！毕竟是改版，我还以为会引发 bug。黄盖和曹丕的组合，这就更没有什么关联了吧？两个人的字，黄盖字公父，曹丕字子桓，也没关系。那可能还是所谓的冰火组合。属性的组合之前出现过一次，确实很刺激。黄盖这招变成移动技实在是太讨厌了。曹丕被干掉了，剩下一个就好办了。血滴子起手失败，好在道具多。后面还有一关，看一下打的是谁。孙权和曹操这两个都是用的2代的形象，当然了，1代里边也没有孙权。曹操被冰阵给秒了，但是我感觉要死机呀！正常情况下，游戏是不会出现这些代码的。这两个应该是皇帝的组合，但是孙权是自己称帝的，曹操是被追封的。通关了，那好吧，这样一款《三国战记》乱世英雄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也感谢黑暗之殇的投稿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